老爷，郑大夫来了。病人在哪儿？郑大夫不是号称得天独医吗？你可以冥想治病，隔空取药，怎么会连病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呢？你是谁？太师在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白河，郑宽，你不要在老夫面前摆谱。玉凤的病，要是有半点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小姐平时有服用药物的习惯吗？原来的那些药物必须停用，那些抑制病情的药物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毒性，服多了未必有好处。把小姐扶起来，脱去她的上衣。人命关天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快呀！啊，小翠，快去把帘子放下来。嗯。清楚了，这是针灸用的针。老太师不会老眼昏花，误以为我给病人刺青烙印吧？哼，一个是面善心恶的伪君子，一个是狡猾无情的老狐狸。你们斗吧，我等着看好戏。他是谁？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郑大夫，人命关天呐！郑宽，你有把握治好玉凤的心病吗？我是个医生，我只会看病。至于你女儿内心的伤，我无能为力。我不想听你这些似是而非的话，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你能不能治好玉凤的心病？给我一个理由，我为什么要救她？你说什么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，本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可是你我的关系不一样。10几年前，你活生生的拆散我和玉凤，你甚至如此绝情的伤害我。你心里清楚的知道，我痛恨你，所以我在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十分的恐慌。
你害怕我报复你？你是在恐吓我？恐吓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怎么会把你女儿的性命交到我们的手里？你不怕？怕？我怕什么？哼！如果当年你在皇宫里以死西宫争妃的秘密被揭穿了，到头来只会落个玉石俱焚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。我怕什么？可是你却忘了你加诸在我身上的伤害。事发之后，你还高高在上的做着你的太师，可是我呢？我却成了一个废人，被你像狗一样的赶了出去。10几年了，每当噩梦惊醒的时候，我都得一个人吞噬这种痛苦，你知道吗？狗咬狗，一嘴毛，一定是董太师使的坏，郑宽出的力。郑宽，你我的恩怨先撇在一边啊！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给你，因为玉凤爱你10几年如一日，所以你有义务治好她的病，这是你亏欠她的。我亏欠她的，我还。可是你欠我的，该怎么还？要治好玉凤的病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好好好，有话好说，你开个口吧。那你听清楚了，你必须答应玉凤和我的婚事。你已经不能人道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玉凤啊？正因为我不能人道，所以我才一定要得到玉凤。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。宽哥，宽哥，不要走！郑宽一副像是用情至深的痴心汉，其实骨子里根本就是变态。说要娶玉凤，其实只是为了报复董太师，到头来还是苦了玉凤姐。谢天谢地，小姐，你总算醒了，多亏了郑大夫。郑大夫，你是说郑公子来看过我了？是啊，凤姐啊，今天早上你突然发病陷入昏迷，大夫来看过了，可是情况没有好转。太师见你情况危急，只好放下身段把郑宽请来。你是说爹竟然会同意郑宽来给我看病？你当时的情况，他已经别无选择了。凤姐，他只是暂时压住你的心病，你不能再为郑大夫的事弄得心情起伏不定了。有些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小翠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白河姑娘，你我自从京城偶然间相识，
虽然还不到2年，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做最知心的朋友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你是不是担心我的病？其实你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。这么多年的苦，我都已经熬过去了。就算是再坏的情况，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。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改变爹对他的惩戒，让我们可以结为夫妻。不，千万不可以！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不适合。白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就算太师同意，你嫁给他也不会有幸福的，只会更痛苦。为什么？你快告诉我。因为他跟你爹恩怨太深了，他恨你爹。是啊，我爹太绝情了，毁了他的大好前途。你是怕他会报复在我身上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。因为我爹欠他的，也是我欠他的，这就是我的命。伯父，我一定会给喜鹊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哎呀！陆彦清这混蛋，他居然上门提亲，还想把女儿从我身边抢走。小爹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嫁给他的。我喜欢的是杭大人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他呢？他居然喜欢杭大人，对我这个照顾他10多年的人，居然丝毫不放在心上。你怎么啦？一副要哭了的样子。有吗？我怎么可能哭呢？人家都说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哦，哎，对了，衣服已经洗好了。还有啊，你的底裤破了，怎么不说一声啊？我已经帮你缝好了。喜鹊啊，以后这内衣呢，你别帮我洗了，我自己来。为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嘛。啊？不会吧？我是你女儿哎。我不想当你爹了。不想当我爹了？为什么？我受不了了。受不了？我受不了啊！有人上门来提亲，对着我喊伯父，我更受不了。你亲口对我说，说你已经有心上人了。哪有这种事的？爹说不做就不做的。哎呀，反正你也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我也不是你的亲爹。可是你都养我10几年了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亲爹的。我就是不想做你爹了。你不想做我爹，那你做什么啊？就算你要做我哥的话，那我一时半刻也改不了口啊。哎呀，这叫我怎么跟你说啊？怎么不能说啊？你来干嘛？
你们这儿不是药铺吗？我是来买药的。好，郑大夫，你把方子给我，我给你拿药啊。不卖。喜鹊，小爹爹，他不是好人，你干嘛卖药给他？喜鹊，你不要乱说话。郑大夫，对不起啊，喜鹊。不如这样吧，您需要什么药呢？这的药铺挺多的，您到别的店去买去。不，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你们这儿有。是什么？喜鹊姑娘日前得到了一株超过100年的灵芝，我愿意出高价把它买下来。哼，郑宽，我就知道你在打那株灵芝的主意。不过我们祥记药铺做生意呢，一定会把最好的药材卖给医德医术都兼备的人。你呢，不配。哼，我到这儿来买药，是为了救人。该付你的1分钱也不少。你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儿太无理取闹了？喜鹊，你听爹说，郑大夫说的没错，你的确有点无理取闹。小爹爹，不是，我说郑神医啊，你不是号称能够隔空取药吗？那你到我们药铺来买药，岂不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不过要我卖给你也行，你回去之后呢，把你那个什么得天独医那个招牌摘了，否则啊，免谈。我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就不卖给你，你吃了我。简直是不可理喻！我买那株灵芝是为了救董太师小姐的命，你这样胡闹，耽误了病人的性命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董太师的女儿一定是病急乱投医，才会找你帮她看病。你根本是个骗子，哪里有什么医术啊？喜鹊，来，听爹说，别跟他说那么多了。小爹爹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交给我全权处理好了。我说郑宽啊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是绝对不会卖药给你的。你呢，也不要再待在这儿，这儿不欢迎你，你赶快走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难道要我拿扫把赶你啊？小丫头，董小姐的病要是因为你而耽误了，你死定了。你唬谁啊？偏偏本姑娘就是软硬不吃。看样子他可能不记得我了。小爹爹，你怎么老是发呆啊？你没老到那个程度吧？没事，喜鹊啊，像这种人啊，咱们以后少惹。这种人啊，就该这么对付他。10多年前，我带着喜鹊躲过他的追杀。如果他想起了我们，他一定饶不了我们。我得赶快想个办法。少了那株灵芝做药引，要治好玉凤的病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各位，这边请。前用太贵了，我坐那儿。郑宽，真巧啊！庞大人，不介意我跟你坐同一桌吧？郑大夫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，是为了董姑娘的事。唉，我正为玉凤姑娘身染恶疾而伤神呢。
哦，对了，杭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有件事情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实不相瞒，今天一早，我就到董府，为玉凤姑娘进行了详细的诊治。真的？董太师愿意捐弃成见，允许你为董姑娘治病了。唉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就诚如大人所知，并不乐观。玉凤姑娘由于长期未能对症下药，反而更增加她身体的负担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现在有一剂药方，能够迅速地改善玉凤的病症，但是需要一株100年的灵芝作为药引，非常难找。但据我所知，祥记药铺就有我所需要的。阿祥的药铺？那应该很容易啊。我刚从那儿出来，不知为何许雀姑娘对我成见很深，就是不肯割爱那株灵芝。嗨，这丫头真是的。那我来帮你想办法吧。哦，那就多谢大人。哎呀，太师啊，太师！哎呀，你真够烦人的了。我对你私自安排玉凤跟郑宽会面都不追究，反倒是你还不肯放过我。我就是来登门谢罪的，多谢您宽宏大量啊。你这个样子像来谢罪的？谢罪是一回事，另一方面呢，我想跟您老沟通沟通，替2个年轻人说说情。你是没看见他们俩久别重逢的那个感人场面呐？太感人了，连铁石心肠见了也会软化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请您高抬贵手，您别老折磨他们2个，成不成啊？你唐夫人，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啊？你管的也太多了吧？郑宽，你真的有把握能够彻底根治玉凤姑娘的病吗？你知道，作为大夫，我是顶尖的。如果连我都不能治好玉凤的病，那换任何大夫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哈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，关于信手拈药这项手法，除你本人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人会使用？庞大人是个聪明人，难道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？哈哈哈哈！我只知道你的药绝对不是从药王菩萨那儿求来的，可是至于所谓其中的奥妙，我还真看不明白。那就请大人看仔细了。哈哈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套俗称仙人摘豆的戏法，其实对于那些走江湖卖艺的人来说，是很稀松平常的。我不过利用了病人求医若渴的心态罢了。庞大人，我之所以利用药王菩萨的名目，对病患来说，也是一种心理治疗。心理治疗？人类有时候是很愚蠢的，特别是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，而宁可去相信那些神明和佛祖。所以，我一方面医治他们的病痛，另一方面也医治他们的心灵，给他们一个希望，一个意念，一个慰藉，这有何不可呢？哈，有道理。病人借由信仰，心情开朗了，病情自然好得快。不过，你怎么肯这么轻易的就把其中的玄机告诉我？我想，大人不至于因此而治我的罪吧？因为你的层级不止于此。哼，那么你光靠冥想就能够诊断出病人的脉象，这一点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那就请看这个杯子，你看看你的杯里是否有波纹。我冥想的同时，总是会要求病人将他的手腕紧贴在桌面，病人的脉搏会透过桌面的传递，往往会在水中产生极细的波纹。但是这方面，除非是有极深的功力的人，否则一般人是很难看出个所以然。真是太匪夷所思了。虽然我治病的手法奇特，但是我真的能治好病。你能因为这个判我的罪吗？所以我说，在治病这方面，我是顶尖的。我并没有夸大其词。是的，在下真是甘拜下风啊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：在你这么多的病患当中，难道没有人知道你这些手法？嗨，当然，我所指的还包括你刚刚到竹山之时遇到的那对老夫妇。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昨天那个老妇人被人发现沉尸在郊野，而且很显然的，她也懂得仙人摘豆这项戏法。郑大夫，关于治病，你是顶尖的，可是办案，我则是专家。哎，他们俩真的活过来了，不可思议呀！哎，郑爷，您回来了。您瞧，两只换了心脏的老鼠全都活过来了，现在分不清哪只是白的，哪只是黑的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郑爷，你这没用的东西！我只要你把人赶走，没要你去杀人呐！郑爷说的是老于他们，那除了他们还有谁呀？你还杀过谁啊？郑爷，这是要怪您，也不能怪我，是老于他们贪得无厌，虚左无度，逼得我不得不痛下杀手，以绝后患呐！你还有理呀你！你就是做了，你就是把人杀了，也得给我做干净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官府现在已经查办这个案子，而且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除非他们拿到证据。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一点破绽也没有？这应该没什么破绽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老于他敢去报官，不过他没这个胆呢。什么？你还给我留着活口啊？郑爷，你什么？你猪啊你！你就只会给我惹事，你什么事都办不了。郑爷，阿东啊，你最好保佑老于不被官府的人找到，否则的话，杀人要偿命的。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帮你。郑爷，一二三，练小，好，吃大赔小，来，继续，来，下啊！老婆死了，这最后一点毒本也输光了。来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。我只要往公堂上一告，不但能够揭发这款诈骗的伎俩，我还能替惨死的老婆子报仇。对，我要利用这一点，好好敲他一笔。你看看这双啥子的？我便宜吧？钱该给你了，哎。
心怡，我现在不给你使点劲儿，到晚上你的脚就会肿得跟馒头一样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衙门里的捕快兄弟要个个有你这么神勇，有这种抓贼的精神，谁还敢作奸犯科啊？他为什么看到你就要跑呢？哎呀，贼看到兵哪有不跑的呀？我看呐，他八成就跟那个凶案有关。不，如果是这样，案发后早就应该逃了，怎么还敢在附近逗留呢？我也有同感。再则，今天我和郑宽的一席对话，也让我嗅出了一些蛛丝马迹。郑宽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怀疑这对老夫妇和郑宽本来是一伙的，后来发生一些事情，才导致他们反目成仇。我反对。心怡，你反对什么呀？我反对这种莫须有的指控。毕竟我怎么看郑宽都不像坏人。坏人脸上也没写着坏字啊。那你脸上写好字了吗？你是好人吗？你不能因为他给病人看病的手法特殊，就处处怀疑人家，这样对他也太不公平了。再说了，他对玉凤那么痴情，就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有情有义的人会是坏人吗？娘，他看病的手法和他与董姑娘的感情问题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和那对老夫妇的不寻常关系，你懂了吗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啊？宁香，你来说吧。这不是那天死的那个老太太吗？干嘛画她的像啊？郑宽他自称一路行医，足迹遍布各地，他是最近才在竹山县落脚的。我们怀疑他本来就与那对老夫妇熟识。案发之后呢，我就拿着这张画像到附近的县城走了一趟，果然证实了这一点。由此可知，这对老夫妇分明是串通好的来装病，好让众人一睹郑宽的精湛医术，进而达到宣扬的效果。他们先把乡民唬得服服帖帖的，然后就算诊金再高，也不怕没人上门。哎呦，会有这种事啊？这么说，他们连我都一块骗了。嗨，这项查证的结果啊，只证实了郑宽与死者有相当程度的利害关系，却还不足以构成郑宽的杀人动机。哎，要不要派方捕头把他找来，当堂审个清楚？还不是时候。今天我已经稍稍的点了他一下，接下来就等他自己露出马脚了。那他替玉凤姑娘看病的事还要不要进行啊？爹，你写什么字啊？连让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是廉价把店铺出让给别人，这还需要解释吗？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是问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我们开药铺都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？再说了，不开药铺我们能干嘛呀？总不能靠验尸过活吧？哪有那么多尸体好让你验？你扯哪儿去了？咱们要搬离这里，当然要连让药铺了。搬家？哎，为什么呀？总之，这个决定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别多问了。为我好，又不准我多问，这什么道理啊？总之，你听爹的不会错啊。我不听，我也不搬家，莫名其妙说搬就搬，岂有此理！喜鹊，我搬离竹山，完全是为了你的性命考虑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可越说越悬了啊！我明明好好的，你为什么会感觉到我性命有危险了？那是因为对方还没有认出我们来，否则咱们俩一定会被他杀人灭口的。谁啊？谁要杀我们灭口啊？哎，你就别多问了。总之，你知道的越多，会对你越加不利。以前我认为呢，不跟他们接触就不会有事情，可是他们现在找上门来了，我就不得不预做防范。唐大人、陆师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祥，
哎，你刚刚说的那个人不会是我吧？你，我虽然被你们给拒绝了，但是提亲遭拒那也是经常的事儿啊。我犯不着为这种理由杀人吧？这太荒谬了。什么啊？哦，说了半天，小弟弟你是躲他啊？哎呀，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一定不会嫁给他的嘛。我想嫁的是旁边的那个啦。什么？我想嫁的是他旁边的那个。啊？哎呀，我是说啊，有鱼在天上飞。啊？有鱼在天上飞啊！有鱼在天上飞！哎，喜鹊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好笑好笑。陆师爷，不好意思啊，喜鹊就爱这么调皮捣蛋的。没关系，我喜欢。哎，阿祥啊，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害怕被杀人灭口，指的是谁呀？我有吗？哎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跟杭大人都听得十分清楚啊。阿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你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的。啊，玩笑！杭大人说对了，我刚才正跟喜鹊闹着玩，跟他开玩笑的。有吗？你连连让的红纸都贴出来了，哪有开玩笑啊？啊？要把这个店转让啊？为什么呀？嘿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还不都是你，没事上门瞎搅和，害得我跟我爹都要搬家。搬家？杭大人，我看先别提这些了。您今天找我是不是有要事要商量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说你们店里有一株百年灵芝，可以治好太师爷千金的病。不过啊，因为喜鹊的阻挠，所以呢……哎，说了半天，铁生哥你是给那个骗子来当说客的，真是让我失望。嗨，喜鹊，我知道你对郑宽有极深的成见，不过呢，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，所以为了个人的义气之争，却延误了病人的病情，不太好吧？对，你呀，把那个百年灵芝拿出来，让郑宽呢去救董姑娘的命，哎，就算给我面子啊！谁卖你面子啦？再说了，卖面子也卖给铁生哥嘛，谁理你这个250啊？只要你高兴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喜鹊啊，果然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，那我就替董姑娘先谢谢你喽。谢倒不必了，不过我就是看那个郑宽不顺眼，不想让他称心如意。哎呀，喜鹊，阿祥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，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。你说铁生哥神秘兮兮的，想跟我爹说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我们来就是为了灵芝的事啊。哦，难道他想帮我说服你爹？说服？说服什么？我跟铁生啊，公开场合就是上司与部属的关系，私底下呢却是拜把兄弟。他帮我出面说服你爹答应我们的亲事，也不为过啊。你，别打！喂，你怎么不说他是在替自己说话呢？他想说服我爹，让我嫁给他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大人，你想问小的什么？事实上，我想问的问题跟不久前宁香问你的差不多。你老实说，你为什么这么惧怕郑宽呢？还有，这跟喜鹊的身世是不是有关？大人，我并没有惧怕郑宽什么，可能是大人多虑了。哦，是吗？阿祥，你常替公家做事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官员问话若不据实回答是要吃罪的。
大人，请您饶了我吧。小爹爹，阿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赶快起来！针对大人所提，小的的确有难言之隐，求大人您别再逼问。庞大人，你为什么要为难我爹？我只是问话罢了。阿祥，你到底是受了什么压力？你为什么明明有事却不肯说出来呢？我不能说啊！如果说了，我知道您一定会追查，这样的话对方一定会发现。我现在只求喜鹊平安，过去的一切我不愿再提了。唐铁师终于找上郑宽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玉凤的病就有救了。真是多谢杭大人。哈，举手之劳，不需要这么客气啊。杭大人，请坐。这一次啊，你治好了董姑娘的病，相信就能改善你和董太师之间的关系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如愿以偿，跟董姑娘共结连理了。是啊，真是这样的话，倒也是美事一桩。当然了，如果郑宽有此等福分，到时候这杯谢美酒，杭大人可是非喝不可了。阿东，来，把这东西收好。慢点，慢点。你手上这个伤啊？哦，阿东经常帮我干点粗活，手上难免会有伤什么的。陆师爷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，我只不过是好奇。哎呀，既然干活受了伤，就应该包扎起来啊！你看，这伤口还蛮深的。不碍事，不碍事啊。不碍事就好。我是关心你啊。阿东啊，还不快谢陆师爷啊！谢谢陆师爷。郑大夫，我今天到这来，其实除了送药之外，还有一事相询。大人请讲。这次郑兄踏足竹山县，是为了董家的玉凤姑娘。不知在此之前，郑兄可曾到过竹山？那这么说，在竹山应该没有熟识之人了。除了董家之外，应该没有吧？我听说郑大夫之前是在皇宫里面当御医，那么应该很有机会宏图大展的。不知道为何会选择咱们小小的竹山县呢？哦，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云游四海，四处游历。10多年前，我已经主动辞去了御医的职位。哦，那这么说，已经有10多年没到竹山县了。就算来过嘛，也有10多年了，记不得了。不知杭大人想打听什么？哈，没有，随便聊聊罢了。哈，对了，既然曾在皇宫里当御医，想必对太医署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了。啊，还可以。不知杭大人想打听谁？算不上是打听，只是有点好奇罢了。有个御医叫做王天林。不知郑大夫是否知道，10多年前到底是什么缘故，他的宅府被朝廷查封了？奇怪，
为什么小爹爹一直反对我来这宅子？我总觉得这地方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爹，娘。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快起来让我看看。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喜鹊，你呢？白河。哦，哎，白河姑娘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啊，没有吧？哦，哎，刚才啊，多亏你救了我，那么大一块木头掉下来，我都没看见。我看我8成是被小弟弟传染了什么呆病。我刚才听见你一直失魂落魄的叫着爹娘。啊，我有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我老有一种感觉。姐姐。老天有眼，王家还有后人。喜鹊，你好好去吧。报仇雪恨、替天行道的责任，就交给我了。哎呀，铁生啊，你搞什么？既然是来问话的，干嘛不把话挑明了？我要问他什么？直接问他认不认识阿祥，问他们彼此间究竟有什么过节。阿祥曾经跟我说过，他有顾忌，我能不替他设想吗？啊，也是。那他刚才那么回答你，你满意吗？他很聪明，没承认也没否认，替自己留下了后路。不过也很明显的暗示，他的确到过竹山，而且不想让人知道他到过竹山。哈哈，他聪明，你也不傻。嗨，聪明的还不止我呢。说吧，你从阿东身上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了。只不过是阿东手上的伤，让我想起了老妇人的命案。老妇人是被人用极细的丝线勒死的，凶手在勒死老妇人的时候，手臂用力过猛，势必也有伤痕。从现场研判，凶手是临时起意杀人，所以应该没有戴手套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咱们离破案就越来越近了。竹山县令杭铁生，为什么突然打听起我过去的行踪了？难道说当年那件命案，他已经怀疑我了？不可能啊！那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，已经10几年了。杭铁生当时只是个10几岁的孩子。来，喝茶。郑御医今天来有什么指教吗？阿霞，下去吧。哦。这么说，他就是王天宁的徒弟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喜鹊就该是王天宁的女儿。
郑爷，有什么事吗？郑爷，我担心。郑爷，这万一，我是说，万一他们真的查出什么来，您不会撇下我不管吧？不行，连恒大人这种局外人都发现了郑宽和我有恩怨，更何况是郑宽。师父师母都惨死在郑宽的手下，我不能让喜鹊也遭他的毒手，那我怎么对得起他们？小弟弟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喝茶喝多了，睡不着。哎，你怎么也没睡啊？我啊，我有心事。心事啊？今天我到陈员外家送药的时候，经过了你不让我去的那个宅子，遇见了一位白河姑娘，她问了我很多问题。啊，她问你什么了？她问我，你和我的一个亲戚长得挺像的，不知你是否姓王？姓王？不知道。不过我小弟弟姓傅，可是我又不是他亲生的，所以严格说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姓傅呢，还是姓王。他还问些什么？他还问我有多大了，是不是竹山县的人，爹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好奇怪。哎，那倒也不奇怪，可能是哪家的公子看上你了，这叫人打听，准备要说媒相亲的。相亲？我才不要呢！我早就……糟了，该不会是郑宽发现了什么，暗地里托人打听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危险了。皇上，您瞧谁来了？宁香，宁香参见父皇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！宁香，你怎么突然回宫来了？事先也不说一声，朕好派人去接你啊。你娘呢？她没陪你一起回来啊？娘回白云观静养，已经少染俗事了。这回啊，是我自个儿进宫来探视父皇的。朕知道你是有心人，即使不住在宫里，也会时时惦记朕的。好，既然回来了，可得多待几天，好好陪陪朕。有乐在。父皇，女儿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待太久的。会有什么事比咱们父女团聚更重要啊？不瞒您说，我正在帮铁生办件案子。此次进宫啊，也是要查一些宫里的陈年旧事。铁生查案，跟宫里有关？哪方面的？这恐怕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。不过还请父皇恩准，让有乐公公协助宁香。有乐，他能帮上什么忙？以有乐公公的年纪和在宫里的资历，应该没问题的。那好吧，有乐在。公主有任何需求，你全力配合，可不许怠慢哦。奴才遵旨。宁香谢过父皇。这10多年的旧案全在这儿了，您恐怕还得费点心思，慢慢的找啊。这儿没你们的事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，卑职告退。
要查什么？我想弄清楚当年西宫珍妃她是怎么死的。珍妃？哈，这位奴才最清楚了。当时奴才还没在皇帝身边伺候，正好啊，就在珍妃身边当差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珍妃是什么病？她的主治御医又是谁呀？奴才记得，珍妃生前深受肾疾所苦，药食罔效，常年不愈。主治的御医是，叫什么来着呢？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？王天林。啊，对，是姓王。哎，这姓王的医术不精，非但没把珍妃的病给治好，反而害得珍妃送掉了性命，活该被下旨抄家。他被下旨抄家？不会这么巧吧？公主，什么事这么巧啊？前几天我刚经过一个被革职抄家的御医府旧址，如今那儿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游乐公公，那这个王御医他是不是竹山县的人呢？这点奴才并不清楚啊。哦，哎，郑宽呢？记载上为什么少了郑宽的名字啊？郑宽？据我所知，当年珍妃的主治御医当中还包括一名叫郑宽的，是董太师极力推荐的，您不记得了吗？奴才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就因为他的医疗主张跟王御医的大相径庭，所以中途退出，并且还辞掉了御医的职务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当初若听他的话，珍妃的病情也不至于急速恶化。您慢点，我有点听迷糊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当年珍妃的病是由王天林跟郑宽共同主治的？是啊。之后呢，是因为两个人意见不合，所以郑宽就退出了。郑宽退出之后，珍妃的病情才开始恶化，回天乏术的。没错，而且听说王天林在珍妃病逝之后畏罪自裁，服毒啊，死在他自己家中。哦，他是自杀的，那他的家人呢？这些细节奴才可就不太清楚了。董太师跟郑宽的陈述当中，为什么都独漏这一段呢？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呢？看到我杀了人的那个小男孩，所以我不能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死吧！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怎么了？
3更半夜的鬼叫，吓死人了。哎，我去帮你倒杯水啊。来，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你嘴巴里说没事，但心里肯定有事。哎，我就是不明白，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，你连我这个做女儿的都得瞒着。喜鹊啊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彼此之间没有秘密的，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不能跟杭大人说，可以跟我说啊，让我来帮你一起分担。你倒好，不但睡得着，还做梦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躺在床上一直在想，你下跪请求杭大人的那个画面。你在求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求杭大人，让我们父女俩能平安的活下去？我不明白，究竟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生死关头啊？这是不是和正官有关系？哎，你告诉我啊！喜鹊，你要我怎么说啊？啊？如果我能告诉你的话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我之所以隐瞒至今，我全是为了你啊！哎呀，为了我，这话你讲了不下100遍了。好，你不跟我说是吧？那我去问郑宽，我去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哎，喜鹊，你不可以去，你绝对不能去找他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去？我偏要去。我不能让你去。我偏去。不准去。喜鹊，喜鹊，喜鹊，你不明白爹的用心吗？啊，10几年来，我费尽一切心思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来保护你，让你平安的长大成人。我现在能眼睁睁的看你羊入虎口吗？爹，10几年了。也不算短，我一直扮演着保护你的角色，不只做爹，还做你的娘，甚至现在你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我已经不把你当成我的女儿看待了。在我的眼中，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。小弟弟，你在说什么？喜鹊，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当陆师爷上门提亲的时候，我非常的生气。当你告诉我你喜欢的是杭大人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失望。你懂不懂啊？小弟弟，你别再说了，我知道，我不该这么想，可是这并非我能控制得了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无论我扮演什么角色，我都要保护你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义务。就算我牺牲我的性命，我也一定要做到。喜鹊，答应我，跟我一起离开这里，咱们躲得远远的，好吗？你疯了，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讲这种话，你疯了。喜鹊，喜鹊，喜鹊，我疯了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一定是疯了。啊，喜鹊，天生哥，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爹呢？
小爹爹他疯了啊？怎么好端端的会疯呢？他就是疯了嘛！他以前从来没打过我，刚才打了我1巴掌啊！他还说……哎呦，他说什么了？你快说嘛！他还说他已经不把我当女儿看了。他不把你当女儿了，那把你当什么？他说我在他眼里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完整的女人？那这么说，你今天以前不完整，你缺什么了？哎呦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啊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明白，你说不清楚嘛。娘，干嘛？这个女儿啊，和完整的女人是有点不尽相同的。你把那个阿祥想成，是个完整的男人，你就懂了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我去他们家提亲，他们怎么样都不同意。原来他是要把喜鹊留给他自己。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不许你侮辱小爹爹和我。我没侮辱你跟你小爹爹，你哭哭啼啼到我们这儿来，还不是因为……我不早说了吗？小爹爹是疯了，要么就是中邪了。他一定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。你这么维护你小爹爹，那你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？我只是没地方去了嘛，走着走着就走你们这儿来了。我看就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住一晚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哎，对，这样也好，你今天就留在这儿，明天我去找你小爹爹，我倒要看看他发的什么疯，中的什么邪。宁夏，听有乐说，你这次回宫是查有关14年前西宫珍妃病逝之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太医署留存的资料不多，不过我想这对铁生办案多少也会有些帮助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案子？怎么会牵扯到宫中来呢？凤凰一定知道董太师日前告老还乡，回竹山县定居的事吧？我还特别写信要求铁生务必礼遇。董太师毕竟是国之大佬，功在朝邦。这位董太师似乎脾气不太好其实也没什么的，只是就在董太师一家回到竹山的同时，地方上也来了一位大夫。董太师似乎与这位大夫有着不寻常的过节，再加上周边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才使铁生决定追查这名大夫的过去。说下去。女儿自有乐公公的口中证实，这位姓郑的大夫当年的确是有董太师的推荐，做过西宫珍妃的主治御医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在那存档的记载当中居然只字未提。在我看来，这好像是被人刻意略过的。你是怀疑西宫珍妃的死因并不像记载中的那么单纯？该案除了造成西宫珍妃的病故之外呢，还让另外一位御医被抄家畏罪自尽。既然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了，凤凰难道不觉得应该重新重视吗？嘿嘿，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即使真有什么隐情，追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杭铁生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？父皇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怎么，朕一提起铁生的作为，你就不高兴了啊？才不是呢！丫头，你和铁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啊！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只可惜，杭铁生只是一个小小的7品县令，配不上你这大宋公主。朕反对你跟他走得太近，这与你皇室的身份不符啊！
皇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跟铁生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嘛。做朋友也不行。你毕竟是朕的女儿，对他来讲是高攀。父皇，你太不可理喻了。皇上，朕不过是试探试探而已。你以为朕会甘于让杭铁生这样的人才只做一个区区县令？有了，马上准备准备，朕要为父出宫。朕无法把公主留在身边，就只好陪她下乡走走喽。